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这是一个致力于客观、全面、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的频道。我们坚持独立思考，勇于探究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扭曲或被简单的肯定或否定，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缺陷。因此，我们采用多样的视角，全面、丰富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，尊重历史真相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，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。狄仁杰是唐朝人物中误会最大的一位。在荷兰人高罗佩的小说《大唐狄公案》中，狄仁杰被描写成一个明察秋毫、神通阴阳的断案高手，侦破无数疑难大案。而电视剧一再演绎的狄仁杰断案，大都是从狄公案中获取人物形象的灵感。那么真实的狄仁杰是这样一个人吗？显然不是。狄仁杰是横跨唐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3个时代的重臣，祖父、父亲都是朝中大官，自己也考中了进士，是家世显赫的高级官员。狄仁杰虽然当过一段时间大理寺卿，也审过案，尽管位高权重，不过当时狄仁杰接手的案子却并不高端，都是兄弟之间争家产、小青年聚众斗殴这种，但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第1年年中考核就拿了中上考。宰相刘仁轨知道后颇为震惊，因为从未有新人有过如此成绩，因此认定其中有腐败。然而待他实地考察后，却发现狄仁杰一上任就加班加点工作，1年之内审结了17000人的案子，而且没有人喊冤说不公。如此人才，中上考都是冤枉。刘仁轨大笔一挥，将狄仁杰再提一档，为上下考。当时民间也盛传，大理寺来了一位姓狄的青天大老爷，办案公正不阿。清末时，有人添油加醋，将其整理成册，也就是狄公案。不过后来宋朝又出了一位包公，他拥有王朝马汉的配置，还有虎头铡的加持，因此在知名度上反超了狄公。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驻重庆的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偶然间翻到了狄公案，对其中的破案故事大为折服，于是决定动手将其译成英语。翻译的过程中，他还自己编写了很多新故事，凑成了一套名为《大唐狄公案》的系列侦探小说，一时成了畅销读物。狄仁杰也由此成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福尔摩斯。其实对于狄仁杰本人来说，一生最重要的想法也许并不是那为人称赞的李唐功臣，而只是一个心系底层疾苦的父母青天，其他的一切，甚至包括赴唐，都只不过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手段罢了。公元688年，越王李真因对武则天不满，起兵叛乱，宰相张光辅被任命为大军总指挥，出兵平叛。越王银样蜡枪头，张光辅在包围豫州后，迅速就平定了越王之乱，朝廷也派了狄仁杰担任新任的豫州刺史。然而到任的狄仁杰却发现，张光辅麾下的士兵变成了新的叛军，他们在豫州土地上疯狂地烧杀劫掠，欺辱百姓，抢夺平民财物，还将已经投降的叛军家属及部分平民脑袋砍下来去计算军功。其实杀良冒功这种事可以说是古代的常态，即使到了明清时期，借老乡人头领个军功这种事，也是很多官员之间公开的秘密，一如今时今日的某些潜规则一般。而普通的官员能做到不掺和、不参与，就已经算得上一枝独秀、独善其身了。这位未来的国老却不同，他愤怒地制止士兵的暴行，主张对投降的叛军细查轻缓，直接与当朝宰相站在了对立面上。感到被挑战的张光辅态度蛮横，偏袒士兵，对狄仁杰横加斥责。后者并不吃这一套，以刺史的薄弱身份愤慨道：“若我有尚方斩马剑，一定砍了你的脑壳。”愤怒的张光辅回朝参奏，将狄仁杰流放到了千里之外的富州做官。在狄仁杰早年的政治经历里，充斥的都是这样为民请命的回忆。在宁州，他缓和民族矛盾，
被百姓们立碑赞扬。在江南，他捣毁淫祠1700多所，扭正思想。最后被他解救的囚犯到了流放地丰州，又给他立了一块碑。因工作能力出色的狄仁杰后来受到了武则天的关注，并被一路提拔，官拜宰相。不过做武则天的宰相可不是一件美差。武则天在位期间共杀了14个宰相，还新赐的流放了9个，堪称宰相杀手。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中记载，狄仁杰上任时，武则天就先试探地问道：“尽管你的工作很出色，却也有人告状，你想知道是谁吗？”狄仁杰连忙谢罪，说：“陛下认为臣有过错，臣当改正。现在陛下明白，臣本无过错，实是臣之大喜。至于说我坏话的人，臣不愿知道。”武则天实在没想到，在他广开告密之门时，竟还有这样宽容大度的君子，于是连声赞叹。正是凭借这种过人的政治智慧，狄仁杰成为了当时政坛的不倒翁。不过狄仁杰也不是一味的圆滑，对于武则天的为政弊端，绝大多数大臣都三缄其口，只有他敢于劝谏。武则天也大多会接受，还尊称狄仁杰为国老，意为国之重臣。甚至狄仁杰每次来朝见武则天，他都阻止狄仁杰行礼下拜，说：“看见你下跪，朕的身子先痛了起来。”狄仁杰病故，武则天更是肝肠寸断，从此朝堂都空了。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我的国老啊？民间有传言说武则天一直暗恋狄仁杰，其实这也难怪，因为史书中早有记载，年轻时的狄仁杰气质不错，想来到老了也不会差太多，外加工作能力出色。若说武则天完全没有爱护之心，恐怕很少有人会信。不过作为一名政治家，在武则天眼中，狄仁杰的意义可绝不是如此简单，他是他执政的左膀右臂，同时也是一位难觅的知音。那么狄仁杰对武则天是何种态度呢？狄仁杰骨子里和所有人一样，是忠于李唐，反对武则天称帝的。但他没有硬杠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只要武则天把皇位传给儿子，这天下就还是李唐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中写道，当武则天晚年一度想立武家侄子当皇储时，狄仁杰便抓住机会劝谏道：“姑侄之间固然亲近，但和母子情比起来，恐怕还是要疏远一点。陛下为何相信侄子，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？”就是这样一句话，让李唐王朝能够死灰复燃，又延续了200年。狄仁杰去世时，还没有见到李唐的光复，但是他引荐的一大批人才，后来都成为李唐的一代名臣。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，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辉等人，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。有人曾对狄仁杰感叹说：“天下桃李，悉在宫门矣。”狄仁杰的回答是：“见贤为国，非为私也。”纵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，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来概括，那就是智仁勇。面对酷吏的陷害，善于权变，这就是智。始终坚守道德原则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尤其珍爱百姓生命，这就是仁。身为刺史，为了维护百姓利益，而不惜与宰相公然反目，这就是勇。从以上这些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通达权变，谋略过人，不仅体恤民间疾苦，而且有匡扶社稷的大智慧。相较于影视作品中的虚构形象，其本人境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最后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